那个女人就是你的情人吧？李媛平静地看着丈夫，嘴角勾起一丝微笑。赵强的手在桌下颤抖，汗珠顺着额头滑落。那么多亲戚在这，别胡闹，胡闹！10年了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？他愤怒地瞪着眼前的这对男女。年夜饭的餐桌上，林倩的脸色瞬间苍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李媛突然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，咳嗽了2声，示意大家向他看齐。过年就该有些特别的节目，不是吗？家人们，让我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我的丈夫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窗外的雪花纷飞，一片片落在老旧的窗台上，积成了厚厚的一层。屋内暖气拂过，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。李媛站在窗前，用手指轻轻地在上面画了一个圆。外面的世界被这层雾气模糊了轮廓，就像他这10年的婚姻，曾经清晰的誓言，如今也蒙上了一层看不透的灰。他今年36岁，尽管岁月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多少痕迹，但眼角的笑纹多了些，眸子里的光芒却少了许多。那个曾经会为一首情歌心动不已的女孩，早已被生活的重压磨平了棱角。她抬手整理了一下额前的碎发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向厨房。厨房里，李媛动作熟练地准备着年夜饭的食材，手中的菜刀有节奏地落在砧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这是一首她已经演奏了15年的曲子。从新婚的甜蜜到如今的苦涩，他的人生就在这平凡的旋律中慢慢流逝。15年的婚姻生活，就像一杯逐渐冷却的茶，温度与芳香都在无声中悄然流逝。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如今在他眼中只剩下一个自私懒散的轮廓。赵强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他有时会扪心自问，答案总是模糊不清。窗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，李媛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擦了擦手，走到窗前。赵强的车停在楼下，他从车上下来，身边跟着一个年轻女人。那女人穿着一件鲜红色的大衣，在雪白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。李媛的目光落在那个女人身上，那是林倩，一个他从未谋面却已经认识了10年的女人。林倩笑容灿烂，眼神中带着些许紧张和期待。这是她第一次踏入赵强的家门，第一次以公司同事的身份出现在李媛面前。李媛看着林倩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自己的衣服，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。10年的时光如同潮水一般涌来，时间回到10年前，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。李媛在收拾赵强的衣服时，发现了口袋里的酒店房卡。那张薄薄的卡片烫得她手心发烫，上面印着莱茵河大酒店几个烫金的大字。赵强的工资根本负担不起那样的高消费，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劲。他没有声嘶力竭地质问，只是默默地将房卡放回原处，然后继续整理衣服。那一刻，他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但他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妥，依旧保持着那温婉的微笑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手机里的暧昧短信，衬衫领子上若有若无的口红印，夜不归宿的借口越来越多。这些蛛丝马迹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他不愿面对的事实：赵强出轨了。赵强变了，从一个勤奋上进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自私懒散的男人。他不再关心家庭，不再关心他的感受，甚至连对儿子的关爱也逐渐减少。工作上的挫折成了他逃避责任的借口，
却从不阻碍他在外面寻欢作乐。李媛没有提出质疑，也没有歇斯底里地闹上门找那个女人算账。他选择了沉默，在沉默中观察，在沉默中思考，在沉默中计划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他需要时间，需要证据，需要为自己和孩子谋求最有利的结果。在这10年里，李媛开始了一场无声的抗争。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，重新找了工作，暗中存了一笔钱，甚至联系了律师，为将来可能的离婚做准备。表面上，她依旧是那个温柔贤惠的妻子，内心里，她早已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墙，将赵强隔绝在外。门铃响起，将李媛从回忆中拉回现实。她整理了一下家居服，深吸一口气，露出一个得体的微笑，走去开门。门外，赵强和林倩并肩而立，赵强脸上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笑容，眼神闪烁，不敢直视李媛的眼睛；而林倩则表现得落落大方，只是微微低垂的眼帘暴露了她内心的不安。媛姐，新年好！林倩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精心包装的礼物，脸上带着略显尴尬的笑容。她的声音很好听，带着一点南方的柔软，说话时微微歪着头，显得亲切又俏皮。倩倩，欢迎，快进来！李媛热情地招呼着，仿佛对方真的只是丈夫的普通同事。她的语气中没有一丝异样，眼神中也看不出任何嫌恶或敌意。林倩将礼物递给李媛，这是一点小心意。听强哥说你喜欢茶，所以特意从家乡带了些上好的黄山毛峰。谢谢，你太有心了。李媛接过礼物，眼角的笑纹舒展开来，看起来真诚而友善。赵强站在一旁，眼神闪烁，不安地看着这一幕。他的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手指不自觉地搅在一起。他不明白李媛为何会如此热情，这与他预想中的场景大相径庭。强，快帮倩倩拿外套，外面冷。李媛轻声吩咐着，语气里满是关切。赵强机械地接过林倩的外套，挂在玄关的衣架上。他的动作有些僵硬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和恐惧。他不明白李媛为何会如此热情。在他试探性地提出邀请林倩来家里吃年夜饭时，他以为李媛会拒绝，或者至少会表现出一些不满和疑虑。他当时心里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，甚至想好了一系列说辞来说服李媛。公司里有个单身的同事，家在外地，过年没地方去，挺可怜的，要不要邀请他来家里一起吃个饭？赵强当时这样问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试探和不确定。他站在客厅里，手里握着手机，眼睛不敢直视李媛。林倩刚刚发来消息，说她想和他一起过年，想见见他的家人。这让赵强既兴奋又恐惧。一方面，他确实希望林倩能够得到家人的认可，哪怕只是作为普通朋友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担心李媛会看穿这一切，担心自己的双面生活被戳穿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媛不仅没有拒绝，还亲自打电话邀请了林倩。她的声音温柔而亲切，仿佛真的只是在邀请丈夫的普通同事。过年就该多点人热闹，没关系的。李媛当时这样说道，声音温柔的让赵强心里发毛。他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林倩听说李媛亲自打电话邀请她时，既惊讶又欣喜。她以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或许赵强真的向妻子暗示了什么，或许他们的关系即将迎来转机。于是他精心准备了礼物，挑选了最得体的衣服，
甚至背下了赵强所有亲戚的名字和关系，希望能够在年夜饭上给大家留下好印象。此刻看着李媛和林倩相谈甚欢的样子，赵强的心里越发不安，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地方让他如此忐忑。李媛的态度太过友好，友好的不像是一个对丈夫出轨毫不知情的妻子，林倩也太过自然，自然的不像是第一次踏入情人的家门。爸妈一会儿就到，你弟弟一家和你姐姐一家也快到了。李媛对赵强说道，脸上依旧带着那个让他捉摸不透的微笑。赵强点点头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他已经开始后悔邀请林倩来家里吃年夜饭了。这个决定太冒险，太鲁莽，可能会毁掉他辛苦经营的两面生活。但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扮演这场荒谬的戏剧。林倩听到这话，脸色微微一变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，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小型的家庭聚餐，这意味着她需要面对更多的眼睛，更多的好奇，更多的问题。她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袁姐，需要我帮忙做菜吗？林倩问道，语气里带着讨好。她想要表现自己的善意和热情，想要获得李媛的好感。不用，你是客人，坐着休息就好。李媛亲切地拍了拍林倩的手，你平时工作那么辛苦，今天好好休息，我们聊聊天，我对你很好奇呢。这句话让林倩心中一紧，李媛的语气太过自然，眼神中却带着一丝她读不懂的情绪，是单纯的好奇，还是别有深意？林倩不确定，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小心应对。李媛知道林倩在公司里是个能干的女人，这也是为什么赵强一开始会被她吸引。她比李媛小5岁，脸上还带着年轻女子特有的那种光彩，说话做事都带着一股子干练和自信。在赵强心里，林倩代表着新鲜感和激情，代表着他在平淡婚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。李媛和林倩在厨房里忙碌，赵强在客厅里坐立不安，他不时地看向厨房的方向，生怕两个女人会发生什么冲突。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厨房里不时传来笑声，两人似乎相处得很融洽。这种诡异的和谐让赵强更加不安，他开始怀疑李媛是否已经知道了他和林倩的关系，但又不敢确定。如果李媛知道，为何不质问他？为何还表现得如此友好？种种疑问在他心中盘旋，却找不到答案。妈，爸，快坐！门铃再次响起，赵强的父母到了。老两口看到厨房里忙碌的两个女人，有些疑惑，那是谁？强哥的同事，家在外地，一个人过年挺可怜的。袁姐邀请他来家里一起吃饭。林倩从厨房出来，礼貌地向老人家问好，她的态度恰到好处，既不过分热情，也不显得生疏，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晚辈见到长辈那样自然。赵强的父母点点头，老太太还热情地拉着林倩聊了几句，问她是哪里人，在哪家公司上班，家里有什么人。林倩一一作答，言语间表现得落落大方，得体有礼。赵强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，生怕林倩会说漏嘴什么。不一会儿，李媛的父母也到了，接着是赵强的弟弟一家和姐姐一家，热闹的年夜饭就要开始了。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，大人们相互问候，孩子们在一旁嬉戏打闹。12岁的儿子小强从房间里出来，看到这么多人，有些兴奋。妈，什么时候开饭？我饿了，马上就好。
先去跟爷爷奶奶打个招呼。李媛微笑着指挥儿子，小强乖巧地点点头，跑去向长辈们问好。李媛看着儿子的背影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温柔和坚定。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而健康的成长环境。他不想让孩子在父母的争吵和离异中度过童年，但他也不允许自己的委屈和隐忍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阴影。今晚的这场戏是他精心布置的一场谢幕演出，10年的隐忍终将在今晚画上句号。他要在全家人面前揭露赵强的虚伪和背叛，让他无地自容。但在那之前，他要让林倩先尝尝被欺骗的滋味。林倩以为自己能够在今晚获得家人的认可，以为自己即将转正，却不知道这一切只是李媛设下的陷阱。饭桌上气氛热闹而和谐，老人们谈论着过去1年的收获，孩子们分享着学校里的趣事，大家都在期待着新的1年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改变。林倩坐在赵强的旁边，不时地偷看他一眼，赵强则尽量避开他的目光。两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气氛，在热闹的氛围中显得格外突兀，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，李媛在席间表现得无比热情，不仅为林倩夹菜敬酒，还帮她化解长辈们的家乡问候。每当有人问起林倩的家庭情况或者感情状况时，李媛总是巧妙地转移话题，保护林倩免于尴尬。倩倩是安徽人，那边的姑娘都很能干。李媛笑着介绍，她在公司里帮了强很多忙，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。赵强听到这话，险些呛到，他没想到李媛会这样说，更没想到李媛似乎对林倩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他明明从未在李媛面前提起过林倩的家乡，那么他是如何知道的？这个疑问在他心中盘旋，让他越发不安。林倩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但他假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他继续扮演着赵强普通同事的角色，与长辈们交谈，与孩子们互动，表现得无懈可击。但在谈笑间，他时不时地瞥向李媛，想要从对方的表情中读出一些端倪。赵强的弟媳妇小李好奇地问林倩：“你和我哥是一个部门的吗？平时工作上有什么交集？”林倩微微一怔，但很快就回答道：“我们是不同部门的，但经常需要协作完成一些项目。强哥在技术方面很有经验，我在市场这块也懂一些，所以合作起来很顺利。”“是啊，他们经常一起出差，有时候连周末都要加班。”李媛在一旁补充道，语气自然的仿佛在陈述一个普通的事实。这句话让赵强的手猛地一抖，茶杯里的水洒了出来，溅在了桌布上。他慌乱地抓起纸巾擦拭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李媛知道他们经常一起出差，知道他们周末加班的借口，这些事情他从未在家里提起过。李媛是如何得知的？赵强感到一阵恐慌，他开始怀疑李媛是否早已知道一切，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揭穿他。“没事吧？”李媛关切地问道，递给他一张纸巾。“没事，手滑了。”赵强结结巴巴地回答，声音有些发颤。李媛微微一笑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而与其他人聊起了今年的春节晚会。气氛又再次热闹起来，只有赵强一个人心神不宁，坐立难安。林倩观察着两人之间的互动，她敏锐地察觉到了赵强的不安和李媛话语中的深意。她开始怀疑李媛是否已经知道了他和赵强的关系。如果是这样，今晚的邀请又意味着什么？是试探还是陷阱？林倩不确定，
但她决定继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。晚饭进行到一半，菜肴已经上了大半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，有象征着团圆的鱼，有代表着吉祥如意的虾，还有各种寓意美好的传统菜肴。赵强的父亲举杯祝酒，祝愿新的一年家人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家纷纷随声附和，气氛达到了高潮。就在这时，李元突然站起身来，举杯提议：今天这么多亲戚朋友在场，我觉得有个人该再次正式介绍一下。这话一出，饭桌上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李元，不知道他要介绍谁。赵强和林倩都愣住了，赵强差点把筷子掉在桌上，他下意识地看向李元，用手紧张地搂住林倩的腰，心想他是不是要点破小三的身份。恐惧像潮水般涌来，淹没了他的理智。他想开口阻止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林倩的脸色也变得苍白，她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筷子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。但李元却微笑着看向林倩，亲切地拉着林倩的手说：这是赵强的同事林倩，平时工作上给了他很多帮助，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他能够在新春佳节来到我们家，让我们家更加热闹。家人们听到后也都开怀大笑，纷纷对林倩的到来表示由衷的开心。赵强放松了紧绷的神经，长舒一口气，偷偷地和李元暗中交换了个眼神，拍了拍他的手背。就在两人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了，却没想到李元的下一个动作让他和林倩都傻眼了。李元突然从身边拿出一个牛皮纸袋，朝桌上一放。不过，我觉得还有些事情，今天也必须说清楚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纸袋上，餐桌上瞬间安静下来，气氛凝固。只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窗外偶尔响起的鞭炮声。这是本应热闹欢腾的除夕夜，李元精心准备的年夜饭已经上了满桌，香气四溢，却在这一刻失去了所有诱人的魅力。赵强的父母面面相觑，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。他们刚才还在炫耀儿子最近的升职加薪，赞美这个完美的家庭。林倩，赵强单位的同事，坐在一旁，不时向赵强投去暧昧的眼神，而赵强则故作镇定，但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。李元慢条斯理地打开纸袋，从里面拿出几份文件和一沓照片。他的动作很慢，仿佛在享受这个过程，享受餐桌上每个人逐渐变化的表情，10年婚姻的隐忍和痛苦，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这些是什么？赵强声音发颤，手心已经冒出了冷汗，他的目光慌乱地在文件和李元之间游移，一滴汗珠顺着太阳穴滑落。他知道，那个他一直以为软弱无能，对他百依百顺的妻子，此刻正在掀开他精心掩饰的秘密。这是你和林倩过去几年开房的记录，这是你给他的转账记录，这是你用家里的钱给他买礼物的消费凭证。李元一一指着那些文件，声音平静得可怕。他的手指修长而稳定，指甲上鲜红的指甲油在灯光下闪烁着冷冽的光芒，像是滴落的血珠。李元回想起第一次发现赵强出轨的那个夜晚，那是3年前的一个雨夜。赵强说要加班，但他在他的外套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酒店房卡。那晚，他站在雨中，望着酒店的窗户，看到了丈夫与另一个女人亲密的身影。他没有冲上去质问，而是默默离开，开始了长达3年的证据收集。还有这些，
你们一起出游的照片，还有一些更亲密的照片，我想就不用在大家面前展示了。李媛拿出几张照片，赵强脸色煞白。那些照片记录了他们在海南度假时的亲密瞬间，是李媛花重金雇私家侦探拍摄的。这3年来，李媛表面上依然是那个温顺的妻子，默默忍受赵强越来越频繁的加班和出差。她照顾孩子，打理家务，在赵强面前永远保持微笑，但在赵强看不到的地方，她一步步地收集证据，积累自己的力量，为今天的反击做准备。你胡说什么？赵强试图夺过文件，却被李媛冷笑着挡住。他的动作慌乱而无力，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别急，这只是第1份，后面还有律师函和离婚协议书。李媛的声音依旧冷静，仿佛在讨论明天的天气。他早已排练过无数次这一刻，想象过赵强会有的每一种反应，准备好了应对的策略。餐桌上一片死寂，赵强的父母脸色铁青，林倩低着头，不敢看任何人。老两口一直以为儿子有个幸福的家庭，从没想过他会背着妻子出轨。此刻，他们的骄傲轰然倒塌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羞愧和愤怒。林倩坐立不安，她万万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被揭穿。作为赵强单位的下属，她被赵强的地位和魅力所吸引，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情人。她以为赵强会为她离婚，但现在看来，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。这几年，我一直在忍，但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孩子和这个家。李媛看着赵强，眼神里满是失望和决绝。但现在，我觉得没有继续忍下去的必要了。他想起了那些无数个独自哭泣的夜晚，想起了孩子天真地问他爸爸为什么总是不回家时的心痛。他曾经爱过赵强，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却换来了背叛和欺骗。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他拿出一张录音笔，说：从你们刚开始，我就录下了所有证据，这些东西明天就会发到林夕公司和赵强单位的邮箱里，让他们看看，你们多般配。这个录音笔里存储了赵强与林倩的多次对话，包括他们对李媛的嘲笑，以及赵强承诺离婚的话语。李媛曾经用这个录音笔一点一点地记录下自己婚姻的崩塌。赵强瘫坐在椅子上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恐惧，再到绝望。他从没想过，那个在他眼中软弱的妻子，竟然有如此的决心和手段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，却不知道李媛早已看穿一切。你好有手段，他喃喃地说道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这是他第一次正视李媛的能力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李媛站起身，对亲友们说：抱歉，今晚的年夜饭可能有点扫兴了，但我提前准备了一份新年礼物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他回想起这10年的婚姻，最初的甜蜜很快就被赵强的冷漠和背叛所取代。他曾经尝试挽回这段婚姻，但赵强总是敷衍了事，承诺改变，但从不兑现。他渐渐明白，这段婚姻已经无法挽回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自己和孩子。他转身拿出一个 U 盘，插到电视上，直接播放赵强和林倩的亲密视频，场面彻底失控。赵强和林倩瘫坐在椅子上，亲友们目瞪口呆。视频中，赵强和林倩亲密无间，甚至嘲笑李媛的天真和愚蠢。那些话语如刀般刺入在场每个人的心中，特别是赵强的父母，他们从未想过儿子会说出如此刻薄的话。李媛优雅地转身离开饭桌，
留下所有人愕然的表情。他的步伐坚定而从容，背影挺拔而骄傲。这一刻，他终于卸下了那个懦弱妻子的面具，展现出真实的自己，一个坚强、智慧且不再妥协的女人。她走出家门，拨通了律师的电话。接下来的事，按计划进行吧。夜色中，李媛的身影显得格外坚定。她知道，从现在开始，她将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。在这10年里，她不仅收集了赵强背叛的证据，还暗中掌控了家庭的经济大权。这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，是为了给自己和孩子一个保障。她开设了秘密账户，将家里的一部分资金转移到自己名下。最初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应急基金，但随着赵强背叛的证据越来越多，这个账户也越来越充实。他找了工作，在赵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积累了自己的事业和人脉。起初，赵强嘲笑他的业余爱好，但李媛借此机会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和职业技能，为未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。他甚至暗中购买了一套房子，为自己和孩子准备了退路。这是他花了3年时间，一点一点攒下的钱买的。位置不算太好，但足够他和孩子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些年，他表面上懦弱而忍耐，实则在暗中为反击做着充分的准备。每一次赵强的谎言，每一次他不回家的夜晚，都成为了李媛计划的一部分。他学会了忍耐，学会了伪装，也学会了计划和执行。年夜饭上的那一幕，只是他计划中的一小部分。他精心选择了这个时机，因为他知道这是所有家人团聚的时刻，是赵强最无法逃避的场合。他要让他在所有人面前尝到背叛的苦果。接下来，他将彻底反击，拿回属于自己和孩子的一切。他会公开赵强的出轨行为，让他在单位和亲友面前颜面尽失。他准备了详细的证据，将发送给赵强的领导和同事，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。这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讨回公道，为了让世界看清这个男人的真实面目。他会以赵强的过错为由，在离婚诉讼中争取更多的财产分割权和孩子的抚养权。他已经咨询了最好的律师，了解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和注意事项。他知道这场官司他必须赢。他会用那些证据迫使赵强签下对他有利的离婚协议。这不仅包括财产分割，还包括子女抚养和赡养费。他要确保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有保障，不再依赖赵强的施舍。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风雪中，李媛的嘴角勾起一丝笑容，那是解脱后的释然。他深吸一口冷空气，感受着肺部的刺痛。这是生命的痛感，也是重生的开始。10年的隐忍，终于在这个新年之夜画上了句点。他想起了自己刚嫁给赵强时的天真和期待，想起了发现他背叛时的心碎和绝望，也想起了决定反击时的决心和勇气。这10年，他经历了太多，成长了太多。他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，还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。离婚后的生活，抚养孩子的责任，重建自己事业的压力，这些都不会轻松。但他不再害怕，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智慧。他可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，可以为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她不再是那个依赖丈夫的弱女子，而是一个有能力掌控自己命运的强者。新年的钟声敲响了，李媛站在雪中，抬头看向星空，那里有无数的可能性，有她未来的方向。繁星点点，像是命运给她的指引，告诉她不要害怕独自前行。她不再是那个懦弱的妻子，她
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一个智慧的母亲。10年的婚姻给了她伤害，也给了她成长的机会。她将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。夜空中，烟花绽放，照亮了她坚定的脸庞和决绝的眼神。绚烂的光芒映在她的脸上，勾勒出坚毅的轮廓。这一刻，她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和力量。这是新的一年，也是她新生活的开始。春节过后，李媛的离婚案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区，邻居们议论纷纷，有人同情李媛，也有人暗中嘲笑她不懂得忍让。但李媛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，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每天早晨，她都会在小区的健身广场锻炼。面对那些或同情或八卦的目光，她总是报以自信的微笑。那些曾经的闺蜜，有的选择疏远她，有的则表示支持。李媛明白，这是一次筛选，让她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。赵强的出轨行为被公之于众，他在单位和亲友中的形象一落千丈。那个曾经风光的部门经理，现在成了同事茶余饭后的笑柄。他的升职机会被搁置，领导对他的态度也冷淡了许多。他曾经试图辩解，但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林倩也因此被公司辞退，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，重新开始她的生活。作为这场婚外情的另一方，她承受了比赵强更多的指责和嘲笑。公司以道德败坏、影响企业形象为由将她解雇，她曾经的朋友和同事也纷纷与她划清界限。最终，她只能带着一身债务和满腹委屈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赵强的父母起初责怪李媛不该在年夜饭上闹这样的事，但当他们看到那些证据后，也不得不承认儿子的错误。那些视频和照片让他们心如刀绞，他们无法相信自己一手带大的儿子会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。他们甚至主动提出要帮助李媛抚养孩子，希望能够挽回一些家庭的和谐。老两口每周都会来看望孙子，带来精心准备的饭菜和礼物。他们对李媛充满了愧疚，常常说：“我们没教好儿子，对不起你。”李媛没有拒绝他们的好意，她知道孩子需要完整的亲情，她理解这对老人的心情，也不希望因为赵强的错误而让孩子失去爷爷奶奶的爱。在她心中，亲情是无辜的，孩子更是无辜的。离婚诉讼进行得很顺利，法院根据赵强的过错和李媛提供的证据，判决赵强支付高额赡养费和抚养费。那些证据在法庭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法官对赵强的行为表示了严厉的谴责，家里的房子和大部分财产都判给了李媛。赵强几乎一无所有，这个结果让赵强彻底崩溃。他曾经试图挽回李媛，承诺会改过自新。他跪在李媛面前，哭着说自己知道错了，愿意重新开始。但这一次，李媛不再心软。10年了，你有过无数次机会可以选择回头，但你没有。李媛平静地对他说：“现在一切都晚了。”他的声音没有愤怒，只有平静和决绝。这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，而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的选择。赵强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，搬出了家门，开始了他孤独的生活。曾经的豪宅变成了一间狭小的出租屋，曾经的高级轿车变成了公共交通。他开始体会到李媛这些年的感受：被背叛、被抛弃、被忽视。但已经太晚了。李媛则带着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孩子起初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分开，常常半夜哭醒，叫着要爸爸。李媛耐心地解释，
给孩子足够的爱和关注。慢慢的，孩子适应了新的生活，他用自己的积蓄和离婚得到的财产，开了一家小店，生意渐渐好了起来。这家店是他多年的梦想，一个提供手工艺品和咖啡的温馨空间。他邀请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，一起经营这个小天地。店里常常举办各种活动，吸引了不少顾客。他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，参与他的成长和学习。他不再需要伪装，不再需要忍耐，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。孩子在这样健康的环境中变得更加开朗和自信，他甚至开始约会，尝试着接受新的感情。这不是为了填补空虚，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重新体验爱情的美好。他谨慎地选择约会对象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盲目相信爱情，而是更加理性和成熟。那个曾经隐忍的女人，如今变得自信而独立。她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彩和希望。她不再是谁的附属品，而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者。她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是依赖他人，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。1年后的春节，李媛再次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。这一次，桌上只有他、孩子和赵强的父母，气氛温馨而和谐，没有了欺骗和伪装，只有真诚和关爱。当午夜的钟声响起，李媛举起酒杯，对着新的一年微笑。愿我们都能做自己生活的主人，勇敢面对每一个挑战。这一次，他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他知道，无论前方有什么，他都有能力和勇气去面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